此次此刻，别墅四周的院子已然成了炼狱场。常胜伯手持一把不足30公分的木剑，但那无形的剑锋却有近2米长，这便是英主暂时交给常胜伯傍身的法器。那木剑看着虽然又短又小，平平无奇，但实际则如同星战中的光剑一般，有着超乎寻常的杀伤距离。光剑在电影中的设定逻辑是剑柄释放出等离子体，从而形成剑锋，而常胜伯的木剑实际更胜一筹，他能以灵气幻化出剑锋，并且那剑锋甚至可以由他随心所欲地控制。几名保镖试图上前围攻常胜伯，而常胜伯只是单手持剑，虚空一抖，一道只闻其声未见其踪的剑气便凌空劲射而出，冲在最前面的保镖。在距离常胜伯还有1米开外的距离时，无形的剑锋便已经刺穿他的胸膛。常胜伯手腕一抖，刺入对方胸膛的剑气便猛然间将对方的伤口创面切开，鲜血以及内脏顿时不受控制地喷涌而出，那保镖也瞬间暴毙而亡。另外几名保镖吓得魂不附体，他们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攻击手段。常胜伯那柄不起眼的短小木剑，明明与自己的同伴还有一定的距离，可是同伴的胸膛竟瞬时间被洞穿，甚至还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撕开一个大洞。这血腥的场面顿时让他们惶恐至极，求生的本能让他们下意识停住身形，想要向后退去。可是在常胜伯的面前，他们又岂能来去自如？常胜伯的速度虽然快不过近防炮的雷达锁定速度以及炮弹出膛的速度，但是这些寻常武者在他的面前根本没有半分胜算。如果近防炮是猎枪，常胜伯便是猎豹，而这些可怜的武者至多也就是几只连豹皮都咬不破的兔子。几人刚堪堪停住身形，扭头向后逃跑的时候，常胜伯右脚猛然向前一步，身体便瞬间如离弦的箭一般飞速地向前直冲。紧接着一声惨叫传来，跑得最慢的保镖看着自己胸前已经冒血的伤口，惨叫出声。而诡异的是，他虽然受此重伤，但奔跑的速度却比刚才还要快。紧接着便见他不受控制地急速撞向自己的另一名同伴，而与此同时，他的另一名同伴胸口也瞬时间涌出鲜血。那人惊恐着用双手试图捂住伤口，可手刚挨到伤口，便齐刷刷地削掉了4根手指。那人吓得魂飞魄散，哭着喊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话刚说完，常胜伯手腕再次夺命一抖，两人瞬时间失去前进的动能。紧接着便听一阵稀稀拉拉的声音，再看那两人胸腔处已经被斜着切开至腰部，内脏洒了一地。随后常胜伯快速上前，将那些已经吓破胆的安家保镖逐一斩杀。虽然有保镖拿出手枪向常胜伯射击，但是常胜伯的移动速度很快，而保镖的枪法以及反应速度又不像搭配雷达的近防炮那般精准迅速，所以根本就无法伤到常胜伯分毫。而常胜伯则不一样，他的速度极快，安家那些保镖以及护院高手在他面前几乎没有任何逃生能力。这些保镖平时也是个顶个的高级武者，但是在常胜伯面前却只有被屠杀的份儿，很快便被屠杀殆尽。不远处的半山腰上，云如哥看着常胜伯在万柳山庄大开杀戒，不禁皱起了眉头。他与常胜伯接触不少，一直以为这老小子只是一心扑在修炼上，可直到今日才知道，这老小子竟然有这么强的杀戮欲。就在他心底感觉常胜伯过于残忍的时候，天空中一架低空飞行的直升机飞快地朝着万柳山庄袭来。而此时的安家人听着外面的惨叫声，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他们也想不到，自家前段时间刚在纽约经历过一次几乎灭门的危机，对方竟然这么快就追到了华夏来。叶晨的三舅安兆南有些紧张地说道：爸妈，这次怕是凶多吉少了，您二位先从后门走吧。安重秋也反应过来，连忙道：是啊爸，您跟妈先走，我们留在这里守着。老爷子安启山冷哼一声：走，往哪走？不管来的是什么人，
他的目标都是我们一家，我们谁都不可能跑得掉。说罢，他看向李亚林，开口道：亚林，这是我们安家的事情，上次已经连累过你一次，这次绝对不能再让你受牵连，你先走，对方目标是我们，和你没关系。李亚林无奈一笑，认真道：安叔，上次我就是听您的先走了，才被人家用枪打成了马蜂窝，反倒是你们坐在包厢里的都没遇到危险，今天您还要让我先走，不合适吧？安启山脱口道：亚林，我没跟你开玩笑，这次情况不一样，趁对方还没杀进来，你赶紧走，离开万柳山庄就安全了。李亚林摇了摇头，笑道：安叔，您吉人自有天相，所以我跟您待在一起最安全。安启山急了，破口大骂道：你这小子怎么软硬不吃？你要真因为我安家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那个短命的老子交代？这时房门忽然被人大力踹开，一个冷酷的声音传来：走！哼哼，今天你们谁都别想走。众人看清来人，见对方是一名身穿长衫、身材消瘦的老者，一时间都有些惊骇。安启山看着常胜伯，高声质问道：你是什么人？常胜伯冷笑着环视一周，满脸倨傲地说道：我叫许长青，你们可以叫我长青真人，也可以叫我常胜伯。安启山皱眉问道：你既然自诩真人，不在道观修行，为什么跑到这里滥杀无辜？常胜伯笑道：谁说真人就不能杀人了？今天我长青真人就要在这里大开杀戒，你们谁都跑不掉。说罢，他突然眉头一皱，仿佛触电一般，瞪大眼睛脱口到：这里怎么会有淡淡灵气存在？叶晨用回春丹部下的阵法，还在这套别墅里无声运转着。安家人和李亚林只能感觉到住在这里整个人神清气爽，状态不知好了多少，但却不知这里其实有着回春丹的淡淡灵气及药效弥漫在空气之中。所以当常胜伯忽然开口质问时，安家人一个个也都疑惑不已，完全不知道他说的灵气是什么。而此时的常胜伯整个人仿佛发现了新大陆般，激动得无以复加。他不懂阵法，一时间也不知叶晨部的灵阵到底在哪，还以为这别墅天然就有灵脉。现在本就是末法时代，想在自然界中寻找灵气，简直难如登天。可常胜伯也没想到，这么一套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别墅里，竟然被淡淡的灵气所充盈着。若是这种灵气始终都在，那留在这里修炼也必定是半功倍。激动之余，他用手中的木剑指着一众人，冷冷道：没人回答是不是？既然没人回答，那我就只能选一个人，当着你们的面斩首，以此来杀鸡儆猴了。说罢，他余光看到穿着打扮非常知性的安悠悠，冷笑道：这位姑娘想必就是安家的二女儿安悠悠了吧？安悠悠警惕地质问：你想干什么？常胜伯冷笑道：我想辛苦你来为你的父母胸膛上一刻，刻名就叫做拒不合作的下场。说罢，他立刻挥动木剑，无形的剑锋登时便向着安悠悠砍了过去。安悠悠感觉一阵疾风迎面而来，整个人仿佛被施了定身术一般，站在原地一动也不能动。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李亚林忽然将一个茶杯摔在地上，大吼一声：他妈的狗杂碎！如果你还想找到林婉儿的下落，还有她的戒指，就立刻给老子住手！常胜伯瞳孔骤然一缩，手上动作瞬间停滞，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李亚林，脱口问道：你是什么人？你怎么会知道林婉儿这个名字？你怎么知道她的戒指？说，你跟她到底什么关系？李亚林没想到叶晨交给自己的这句话竟然真的有用，眼见对方完全停住，他心里便松了口气，面上毫不退缩地说道：我是什么人，你还不配知道？常胜伯表情阴沉无比地说道：识相的，就把你知道的关于林婉儿和那枚戒指的所有事情都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否则的话，我要你生不如死。李亚林冷笑道：怎么威胁我？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敢伤这里任何一个人，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找到林婉儿的下落。常胜伯心中既紧张又兴奋，紧张的是自己距离完成英主的任务就只差一步，若是来一个万箭齐发，
在场的安家人必然都将被自己的剑气所杀。而他兴奋的是，自己竟然真找到了与林婉儿有关的线索，莫非这次来金陵，自己要满载而归不成？想到这里，他立刻大步走到李亚玲的面前，以极快的速度单手将李亚玲的脖子掐住，随后将她举至半空，冷声道：“你不懂灵气，也不是武者，你怎么会知道林婉儿这3个字？说，是谁告诉你的？”李亚玲被掐住脖子提了起来，很快便憋得满脸黑紫，但她还是强忍着剧痛，给了常胜伯一记冷笑，用鄙夷的眼神艰难说道：“有种你就杀了我。”常胜伯冷声道：“你以为我不敢吗？”李亚玲冷笑一声，咬牙道：“那就试试啊，我看你敢不敢。”常胜伯死死咬住牙齿片刻，满脸狠毒地继续道：“实话告诉你，我今日来这里的任务是取安家人的性命，而今这个任务距离成功就只剩这最后的临门一脚。灭了安家之后，我若是能找到林婉儿，自然锦上添花；就算找不到，今日灭安家满门也是大功一件。所以你不要觉得你知道林婉儿的下落，我就会对你们网开一面。事实恰恰相反，3秒钟之内，你若是不说出林婉儿的下落，我第一个先杀了你。”这时门口处传来一个年轻人戏谑讥讽的声音：“区区一条老狗，还想灭安家满门？老东西，你好大的口气！”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